第二集新加坡素食遊，首先會講此行覺得最正嗰兩餐呢都係米芝蓮。首先講夜晚嘅 Omakase 啦，唔講佢先呢真係對唔住自己啊！可想而知幾咁值得推介呢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片啦！呢個位於 Tanjong Pagar 站附近嘅 Kisu 精進廚師發辦，即係素食嘅 Omakase。由門口入去呢，已經感受到佢嘅格調呢，同平時食 Omakase 嘅地方呢冇乜分別。吧台前方呢有廚師整嘢食，呢種用餐場景呢，香港素食店呢唔覺有，所以決定呢要見識下。嚟呢度呢，要事先網上訂咗，訂位時註明你嘅食物要求，例如唔要蛋奶、唔要熱氣嘢、蟲草花之類。另外要預繳訂金100新加坡紙，以免客人 no show。呢度晚市呢，要168蚊波紙再加同埋水，最後找數大約係200蚊波紙一位。而呢度嘅質素值唔值呢個價呢？咁就要睇落去噶啦。一坐低呢，就見到擺盤中間有個歡迎我哋嘅盒，裏面有菜單之外呢，仲有對我哋嘅歡迎同埋祝福信息。見到呢啲呢，心情都好啲啊！然後店員呢，俾我哋抹手部清潔雙手，跟住呢，就可以揀對心儀款式嘅筷子用。呢杯抹茶呢，幾好飲同埋舒服，唔會好刺激或者好苦好合喉嚨。第一樣呢係小食，俾我哋之前呢會噴金粉落去，成碟呢即刻變咗金黃色，裏面有白肉菇同埋有枝皮，都幾爽口。然後呢到前菜，用一個盒裝住，打開呢見到有3樣嘢，店員建議呢由左至右咁食。第一件係紅谷做嘅葉子脆片，上面係朝鮮雞蓉同埋食用花瓣，朝鮮雞呢有蔬果類嘅鮮甜味，容易入口。中間嗰件呢係牛油果脆餅，外面塊深綠色嘅殼呢係脆嘅，裏面有牛油果醬。而淺青色嘅水晶球呢，裏面係青檸汁，一咬呢就噴汁，所以要一啖食晒佢。球下面有開心果醬同埋一塊脆撻皮。3件之中呢，呢件係最好食同埋最有特色。青檸汁呢醒神又開胃，作為前菜呢係理想嘅選擇。盒後面隻碟咧裝住可以添加嘅菜脯啦、紫薑同埋醃蘿蔔。菜脯有啲滑沙比嘅辣，鹹地咧幾惹味。其實呢一隻咧係壽司碟，壽司出爐之前呢，廚師會用火槍燒一燒佢哋。第一件咧係金菇壽司，文章文話咧係似螃蟹嘅壽司，你哋覺得似唔似呢？佢係屬於小甜類型，不過食真啲，裡面有極少量嘅滑沙比香氣，可以話咧喺平凡之中顯得不平凡。之後呢嚟多3件壽司，賣相相當唔錯。首先係扮三文魚嘅壽司，佢有燒過，所以表面呢有輕量嘅脆感。但係一咬落去之後呢，極之軟綿綿。原來呢佢係紅椒嚟，我哋未試過食紅椒呢會有呢種入口即溶嘅感覺，真係幾有驚喜啊！中間嗰件呢似鰻魚壽司，係用日本茄子做，味道就唔算好特別，不過要小心裏邊呢有少量嘅滑沙比。最特別呢，莫過於最後一件壽司啦。呢一件超有水準，佢好似海膽魚子壽司，但其實海膽呢係南瓜蓉，嗰種少少甜又 creamy 嘅口感呢有幾分似海膽。而魚子係用紅椒煮嘅水做出嚟，晶瑩通透放喺海膽上面呢，賣相非常之似，而且呢仲要好食，值得推介啊！食完壽司呢，就食其他嘢啦。呢一件係扮鵝肝醬，黑色一絲絲嘅呢就係黑松露水，係即場喺我哋面前刨出嚟。下面塊長方形嘅係用芥末子同埋腰果做，口感呢都似似地鵝肝醬。而最底嗰塊大葉呢係唔食得嘅。呢一款呢有特別造型，第一眼望到黑色環狀嘅剪紙圖案薄片，係用粟米做嘅脆片，而下面嘅白色泡沫呢係嚟自薯仔，浸住一件高麗菜卷，上面鋪咗深色嘅紫菜粒粒，用最頂塊紫蘇葉包住下面嘅嘢嚟食呢就可以噶啦，味道住家，紫蘇葉呢令件卷更加有味道。跟住係新加坡招牌食物辣椒蟹。咁呢度係素食店，當然就唔係真蟹啦。首先表面呢有塊透明嘅嘢，係蘋果啫喱片，包住嘅呢就係鷹嘴豆蓉。主持人話呢，佢做得有啲似蟹肉。呢件嘢下面呢有塊茄子墊住，而個辣椒汁呢有少少豆腐絲，味道有少少辣，同埋又酸又甜，非常之惹味㗎。
估唔到咧呢一件更有驚喜係生蠔啊！唔係去呢度食嘢咧，都唔知呢個世界上咧有樣嘢叫做生蠔葉，即係墊底嗰塊生蠔葉咧嚟自荷蘭，似生蠔味嘅琉璃舉咧，終於有勁力啦！用佢包住筍同埋海葡萄一齊食咧，有幾清爽嘅海水味道，但係佢就唔會好似真嘅生蠔咁滯肚啦。呢一碟咧係主食，因為我哋要求盡量少油、鹽、糖同埋少熱氣。店方咧特別為我哋製作呢碟日式菠菜餃，餃子皮咧同餡都係菠菜棗，有小鹹小甜嘅住家風類型。下面米色嘅醬咧就係椰菜花醬，味道清甜。另外仲有兩隻釀羊肚菌，上面青色一條嘅嘢咧，原來係粟米嘅花瓣。咁湯水方面咧，有呢一碗豆腐開花，浸清湯落去咧就會開花，湯水咧都係幾清甜嘅。食完主食咧就送上甜品啦。首先店員咧俾咗個錘仔我哋，跟住倒啲液體落花同埋熱度咧，我哋即刻抌爛佢哋咧就會變成脆片。最後加球柚子雪巴，雪巴咧非常之幼滑，一啲冰沙 feel 都冇，而且柚子嘅味道咧非常香甜，根本就唔似雪巴。最後俾咗個驚喜 Anthony， 因為佢7月初生日，店方可以安排同佢慶祝，一齊唱咗隻生日歌。店方仲送上一份小禮物，呢件卷我就冇食到啦。Anthony 話裏面甜甜地，但唔係紅豆味嘅蓉，外邊係脆脆地嘅餅皮。整體上呢間米芝蓮素食店非常高質，食物唔止賣相精美，亦都有內涵，食材講究有特色，配搭都做得好。即使我哋要求少鹽少糖少油呢，盡量唔要熱氣食物嘅情況之下，一樣做到高質素嘅日式美味素食。特別推薦幾碗壽司、扮生蠔啦、扮辣椒蟹，其餘嘅食物都一樣值得推介。而且環境舒適，服務非常到位，對食物介紹得非常清楚，我哋都覺得呢一餐值得呢個價。今次係一次非常難得嘅體驗，誠意推介呢一間素食店俾大家啦。喺下一餐米芝蓮之前，會帶大家去感受下新加坡嘅文化魅力。一個細小嘅國度，融合咗多種截然不同嘅歷史同埋民族文化特色。以下呢幾度就係有代表性嘅地方。首先去最近武吉市站嘅哈茲汗，係新加坡著名嘅潮流地標。狹窄嘅小巷兩邊畫滿咗色彩極其豔麗嘅巨型街頭塗鴉。原本古老嘅屋仔被改造成獨具個性嘅手信鋪、酒吧同餐館小店。估唔到呢度仲有 vegan 店添，例如呢一間賣椰子奶昔嘅鋪頭，喺炎炎夏日買一杯飲認真消暑，椰子味道又香又清甜。另一杯芒果味都相當不俗啊！除咗飲品店，喺哈茲拎附近仲有一間食彼得包嘅 vegan 店。不過由於將近食飯時間，我哋已經計劃好去另一間，唯有希望下次嚟可以試到啦。第二個地方就係牛車水，呢度記錄咗早期華人移民漂洋過海嘅奮鬥史。走到掛咗特色燈籠嘅街道，有傳統中藥行、糕點鋪、酒吧同服裝鋪並存嘅畫面。最特別係呢度有多間唔同宗教嘅場所，證明佢哋對宗教有非常之高嘅包容度。跟住去咗一直好想去但又唔敢一個人去嘅小印度。一離開小印度地鐵站冇耐，就見到呢一座好靚嘅屋。上網揾呢間係乜？原來係華裔商人陳東寧喺1900年起嘅，而家係歷史遺跡，不過就唔可以入去參觀。跟住我哋仲去咗印度文物館參觀，要俾8蚊波子入場費，裏邊有好多歷史文物展覽同介紹，睇佢哋寫嘅嘢都覺得幾有智慧㗎。第四個係搭的士去位於加東一帶嘅茹切路，呢度係新加坡土生華人良野文化嘅發源地。條街嘅兩邊整齊排列咗一堆 shop houses， 外牆裝飾住精美嘅彩色瓷磚、幾何雕花同馬卡龍色調。呢啲鋪頭包括精品咖啡店同唔少設計時尚嘅小店，而呢啲小店睇落比較高檔，附近嘅住宅亦感覺比較高尚，係感受傳統良野文化同現代文青風嘅好去處。
睇完咁靚嘅風景呢，就去另一間米芝蓮推介食嘢啦。同樣位於 Tanjong Pagar 站 A 出口。今次呢間呢喺正 Sofitel 酒店對面，呢度呢都有唔少彩色屋仔，其中一間呢就係環街素食 Whole Earth 啦。呢度係食多國菜，有涼野菜，亦都有其他款式。菜單嘅食物名旁邊呢都有相睇，而座位方面呢有30-40個左右。都未影呢，就係咁問我話你唔食覺得可以氣喎咁樣咧，跟住已經即刻咧攞起嚟食咯，可以咁樣嘅咯。嗱，嗰人就係呢個人咯，唉，啲偷食開啊真係麻煩啊！俾人偷食嘅呢就係前菜，第一款個樣似炸魚皮，其實呢即係腐皮加紫菜，少少鹹卜卜脆，我都食咗唔少㗎。另一樣前菜呢係東南亞風味沙律，有紅蘿蔔、青瓜、豆角等等醃製過嘅蔬果，表面有花生粒，有少少辣，唔算好鹹，香料味不足。青 BB 話呢相當之好食啊！點菜之後等咗一段時間，就見到第一碟主菜，亦都係該店嘅重點推介檳城人當。到底呢啲扮肉嘅嘢係咩嚟呢？我哋食完呢都覺得係多種菇類大集合。起初食呢唔覺得好辣，慢慢呢就開始辣啦。但係唔會辣到喊，亦都食到香料味，唔太辣之餘呢，一樣可以好好味。果然係 signature 菜式啊！下一碟呢都係 signature 香葉炒飯。一開始以為呢香葉呢係班蘭葉，點知呢係藍菜，但係味道同平時嘅唔太一樣。佢唔會好似出面啲藍菜咁鹹，只有少量鹹味調下味。而藍菜嘅香氣呢非常突出，最緊要呢係完全唔油膩，粒粒飯呢都乾身，食炒飯可以食得咁清爽呢，非常難得啊！呢一碟嘅造型相當唔錯，綠色壺上面有幾件椰菜卷，壺水呢係菠菜葉，唔會有強烈嘅草青味，味道少鹹同埋清爽。卷裏面呢有冬菇、筍等等嘅食材，一樣係走清新風格，啱晒夏天食啦。另一碟蒸嘅餸係日本菇釀蔬果球，蔬果球呢有紅蘿蔔粒、粟米粒等，下面有一隻冬菇，個汁呢比上一碟更加清淡。呢一碟嘅表現呢屬正常發揮。最後呢點咗一款甜品，係百香果啫喱。百香果嘅清香呢令人醒神，有薄荷香，感覺呢非常消暑。而啫喱嘅質地適中，少少 Q 彈感，唔似居肉咁厚實又難咬，質地嘅軟熟度呢都幾似真嘅啫喱㗎。呢一餐呢都唔平，連埋加一同埋稅呢差唔多130蚊波子，即係2個人食咗大約800蚊港紙。即使係咁啊，我哋都覺得呢食物嘅味道相當唔錯。食材雖然普通，但係出嚟嘅味道呢同埋平衡感做得好好。特別係2款該店嘅推介，即係香葉炒飯同埋人當呢都非常之好食。店鋪呢已經有成20幾年歷史，地方呢依然整潔，服務都唔錯。大家喺新加坡呢可以考慮下呢一間。下一集呢繼續講我哋仲去咗邊間齋鋪食好嘢，記住密切留意啦。